嗨，大家好，我是 Jasmine，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翻转人生的小故事。那这个故事其实我之前在我为什么会在德国那支影片有稍微提过，那今天就来讲一个完整版的。那我今天边讲的同时会边上底妆，今天这款粉底是 GA 的人参粉底。就我从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很想要出国念书，但是因为家里经济状况没办法支持的关系，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圆这个梦。然后一直是到上了大学之后有交换学生这个计划，那其实这个计划就非常适合有跟我一样情况的人，就是你可能想出国看看啊，但是家里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你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以交换学生的机会出来半年或1年是一个还不错的经验。好，让我上一下这半边的脸的粉底。那时候我就很确定说我想要来交换，所以我从很早就开始规划我4年的课程啊，要怎么修啊，然后包含因为我有转系嘛，要怎么修才可以在4年内就是把所有必修学分都修完，毕业学分都修完，然后还可以出国交换，就可以在4年内做完所有事情，然后不会延毕这样。所以我其实算蛮早就开始规划，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大1、大2考检定，然后大3申请，大4出去。那时候要考检定的时候，其实还蛮痛苦的，因为我大1、大2是有加热舞社，热舞社正在准备表演，对，所以每天都要练习。然后我学校也有自己的课业嘛，然后我的检定又是报比我自己能力其实再高1级的，我是大概念到 A2 而已，但我报 B1 的检定，对，所以等于很多文法什么都要自己看书学。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就每天早上6、7点调闹钟起来念，然后去上课，然后空堂回来再继续念，然后晚上去练舞，然后回来再继续念，就是这样狂念书的感觉。后来就是蛮幸运的就有考过，不过我的听力算是低空飞过来，但总之整个 B1 的检定就听说读写就是都有过这样。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粉底，我左半边脸上好，然后右半边虽然那边有点了几滴粉底，但是黑眼圈还没画到，你们可以看黑眼圈其实差蛮多的。然后这边泛红，这边是还没遮的，然后这边是遮掉的。妆感是偏雾面的，但它的雾面不是那种就是超雾，它是有一点丝绒光泽的。我之前就是看那个小米的影片啊，然后他就讲说 GA 的粉底都是依照它服装的布料来做设计，然后这一款就是丝绒粉底嘛，所以它这个雾面就是有一种丝绒感。好，然后继续讲，然后继续把这边的粉底上完。我是大2考检定，然后大3要申请交换学生，然后那时候也是超崩溃，就我大1、大2是热舞社，然后大3我加了另一个服务性社团，然后那服务性社团是要就是出国去做服务的，所以我们那个学年间会有很多筹备的活动。然后同时我又修了一门选修课，是要做一个全校性的专案，就是他把我们整班人分成好几个小组，然后每个小组大概6、7个人而已，然后我们要6、7个人就要做一个全校性的专案，所以就超级忙，就是我又要用专案，又要做那个服务性社团的准备工作，然后又要申请，然后还有学校的功课什么。然后那时候其实时间管理就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我最后交换学生那个甄选成绩出来其实是不如预期的，但是我就觉得说，毕竟还是一个出国的机会，然后我也不想要就是因为学校不是我最想要的就放弃，对啊，所以我最后就还是有来，然后我也觉得非常感谢自己没有退却，因为如果当初只是因为看到学校不喜欢，然后就放弃这个出国的机会的话，其实真的很可惜。那我觉得现在网络实在太发达，所以我们都很容易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其实背后可能别人付出的很多努力跟时间是我们看不见的。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一路看我从考上台大，考过德检，申请上交换，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但当然我不否认考试这种东西运气也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题目对不对你手感啊，写起来顺不顺啊，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考试结果。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付出一定的努力，就算今天你运气再好，那机会来了你也是抓不住的。我刚发现我没有办法同时继续化妆跟讲我的故事，所以我就先去把我的妆化好，然后回来。那其实一直以来呢，我都有收到很多关于德国实习交换还有留学的相关问题。那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有这种出国梦，但我也知道有部分人会觉得这个
梦想啊，这个计划是有点遥不可及的，不论是从哪个方面，就可能是身体上啊，或是能力上啊，或是经济上啊等等的。但我想讲的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完成这件事的话，是真的有办法的。那我在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它是一个太过遥远的目标，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长程的计划。那我们把这个长程计划呢 break down 成很多小小的短程目标。那就拿我自己经验来讲好了，当时我要出国这件事情可能是在这边，然后呢，我当时的状况可能是在这边。那要怎么样达到这边呢？我们不可能这样一步登天嘛，所以呢，我们就慢慢来。好，那可能是大一的时候我有转系。好，转系，然后再来呢，交换学生需要考检定嘛，所以我大二是考德文检定，然后同时因为我转系的问题，我必须要想办法让我的课程在出国前修完，所以那时候我有规划每个学期要修的课，然后每学期都要按照那样去修，然后也要 pass， 就不能被当。好，那同时就是考检定跟顾好课业，然后大三的时候呢，申请交换学生嘛，要用之前的成绩去申请，所以要准备申请计划，要准备备审啊、履历啊等等的。好，然后等结果出来以后呢，大四我要继续把我要该修的课修完，而且不能被当。好，这样都过了之后呢，我就去交换了。所以你们看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是4年。所以你想要完成你的目标，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说，哦，我办不到怎么办？其实你可以把它放远来看，然后慢慢完成一步一步的里程碑，而且在完成这每一个小的里程碑的时候，你都会得到一些成就感，这样你就会更有动力往前。对，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不要害怕去完成自己觉得有点遥不可及的梦想。我觉得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真的很想做到的话，是真的有办法做到的。那以上就是我的翻转人生的小故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底妆。那底妆其实我刚刚上了整脸是1层，然后我有在眼下还有这边有些痘疤的地方重点加强一下遮瑕。我觉得它的遮瑕度是真的很好，就整脸遮瑕度应该有到7成左右，7、8成。然后大部分瑕疵都有遮掉。那当然黑眼圈是没有到100%完全遮掉啦，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在追求那种零瑕疵的底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样已经非常足够了。那再来是它的妆感，刚刚有讲过是雾面偏丝绒的嘛，就是它的底妆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是专柜的粉底，就是包含它的精致度，然后还有它的那个丝绒的光泽。那这款粉底除了它的妆感很漂亮之外，它另外一个主打特色是它的持久度，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做一个实测影片。那我等一下会在家再拍另一支我的影片，那晚上要跟我朋友吃饭，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底妆的变化状况。好，那我们现在最后再检视一下目前脸上的样子。其实因为刚上完，所以目前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状况，都还蛮完整的。好，那我们就待会见，拜拜。嗨，现在是我的下午3点半，距离我上妆大概是4个小时。我还没出门，因为呢，我让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还没出门好了。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现在长得非常的可怕，就是充满了各种衣服、保养品、化妆品跟鞋子们。因为我在打包行李。对，因为呢，我再过大概3个星期左右要回台湾。对，所以呢，我搭飞机的城市不在这边，所以我现在要先打包行李，然后把它寄过去我搭飞机的城市。好，那看一下现在底妆的状况。我觉得其实还蛮完整的，就没有什么脱妆浮粉的状况，基本上完全没有，就持妆力很好。虽然我在家啦，不过其实我在家测起来温度还比较高，就比外面准。我觉得很厉害，现在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嘛，完全没有任何脱妆哦。好，那我们就晚点出门办事吃饭的时候再看一下状况。现在要走路去跟朋友见面，我们要去吃饭。然后突然认真想一下，觉得我住这个城市的时候，真的很常用走路的方式当做交通工具。
但我现在人在厕所，因为我房间的光太黄了。那我们刚去吃那间餐厅是一间印度餐厅吧？对，但它有卖一些越南菜啦，像我朋友点的是粉，然后我点的是咖喱。那间餐厅整体的环境气氛都非常好，虽然它的餐点的价钱比其他亚洲餐厅稍微贵一点点，但因为我觉得它整个餐厅的氛围很好，所以 CP 值还是算很高。那算是我在纽伦堡很喜欢的一间餐厅，如果你们有刚好来这边玩的话，可以考虑去吃吃看。如果你们也想念亚洲菜的话，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脸上底妆的状况。近一点给你们看，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惊艳的。现在时间是晚上8点37分，那距离我上妆大概已经快要10个小时了。那你看我脸上的妆，基本上我觉得大概有维持住8、9成。我觉得如果真的硬要挑的话，可能就是我鼻翼有一点点脱妆，就是很一点点，里面那边，我觉得有符合它打的那个特色，就是妆感很漂亮之外呢，它持妆度是真的很好。但其实我刚刚有点害怕，因为我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是没有撑伞，我们今天下雨，所以我是直接让雨水打在我脸上。我就很怕对这罐粉底不公平，因为毕竟就是你知道水直接在脸上这样洒落，我怕如果持妆度不好，会不会是因为我诬赖这罐粉底就是让雨水这样侵蚀它？结果也没有，你看雨水在我的脸上这样子洒呀洒的，它的妆还是维持的非常的好。很厉害耶，然后我觉得它的光泽也都还是在，就那个丝绒感才对。好，所以呢，如果你也是在观望这罐完美丝绒粉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柜上试试看这个丝绒的妆感在你脸上是不是你喜欢的效果，然后试试看它在你脸上的持妆度，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试试看最适合你的色号。好，那今天的实测就差不多到这边。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我分享的小故事。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个 like， 然后还没订阅的可以按下面的订阅。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